给你新资讯，给你新视角，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各位帝皇子民、混沌异端，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频道。相信大家现在最期待的战锤 40K 游戏，不外乎是看起来即将开启即时战略新章的破晓之战士，或是 CA 的全军破敌 40K。但是这两款万众期待的游戏，至今尚未公布发售日情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等得有点手痒了？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国外知名 YouTuber 之前的一支影片，来为大家介绍几款在上述两款大作发售前，值得大家先游玩的战锤 40K 推荐游戏，让大家可以先进到战锤 40K 那黑暗又残酷的世界观中暖暖身。长久以来，当我们谈论到一款优秀的战锤 40K 游戏时，它通常都属于战略或战术类型。这其实很合理，毕竟战锤 40K 本身就是一款桌上战棋游戏，这种上帝视角的指挥模式与原作的精髓不谋而合。虽然说策略游戏很棒，我也热爱运筹帷幄的感觉，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内心深处渴望的是另一种体验。我们想被直接丢进那个黑暗、残酷的第41,000年，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视角，亲眼见证那个充满哥德式魅力的世界。并且玩到一款品质主义和最后一战 Halo 或战争机器 Gears of War 等业界巨头分庭抗礼的大作。过去有几款战锤 40K 的游戏都曾尝试挑战这个领域，但不得不说，他们总是欠缺了一点打磨，玩起来总觉得差了那么一口气。唯一接近成功的，或许只有多年前的初代星际战士 Space Marine， 但现在是2026年，时代变了。作为战锤粉丝，我们终于能够自豪地说，我们有了高品质的选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3款脱颖而出的作品，他们不仅没有单纯消耗 IP 情怀，反而升华了各自的游戏类型。这3款游戏就是《星际战士2》、《黑潮》以及《行商浪人》。我们该先玩哪一款？哪一款最适合你？让我们开始介绍。对了，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各位帝皇子民和战争老大们，让我们这一个才刚刚起步，只有400多订阅数，小小的游戏频道，竟然已经有2支影片观看数破万。小弟除了深感惶恐之外，实在是万分感谢支持。但是同时这也代表很多观看过影片的战友们还没按下那个神奇的订阅钮。提醒各位战友，如果想看到更多关于战锤 40K 以及破晓之战士后续的阵营介绍与解析、最新情报资讯，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影片来介绍，请各位现在就去用力的按下订阅频道按钮，日后才不会错过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首先，我们从目前最热门的《星际战士2》开始。顾名思义，这款游戏让你扮演帝皇的死亡天使星际战士。这是一款第三人称的砍杀射击游戏，而它做的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完美的代入感。游戏在呈现星际战士有多强大这点上做得淋漓尽致。举个细节，当你在战场上奔跑时，如果你撞到了友军的凡人卫军，他们会直接被你撞飞甚至撞碎。这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就是战锤设定中阿斯塔特该有的重量感与力量感，既好笑又精准。星际战士2目前分为3个主要模式：战役行动 PVE 以及永恒战争 PVP。先说战役模式，这是典型的重质不重量，它摒弃了现代游戏常见的繁琐支线任务，专注于讲述一个紧凑的故事。主角泰特斯是一位曾在死亡守望服役的老兵，这代表他比一般的星际战士更强更致命。战役带着你穿越泰伦虫族的虫海与混沌的腐化，画面细节令人惊叹。如果你是老粉，当你在死灵族的墓穴迷宫中与千子军团交战时，你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兴奋。而如果你是刚入坑的新手，这款游戏绝对是你的首选。它用演给你看的方式，自然的教会你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而不仅仅是丢给你一堆文字。当然，战役也有弱点，它的玩法非常基础，很遗憾没能驾驶载具或者操作炮塔来扫射敌人。但公平战役的电影级体验，这款游戏就值得推荐。接着是行动模式 Operations， 这是一个3人合作的 PVE 模式，拥有独立的职业系统，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兵种，升级武器，解锁各种装饰品来打造你独一无二的星际战士。这里最有趣的是它的 AI 导演系统，有时候导演可能打瞌睡，任务轻松通过；有时候导演想杀你，怪物会像潮水般涌来。这种随机性为游戏增添了不少变数。最后是永恒战争 Eternal War， 也就是 PVP。这模式很有趣的融合了近战与射击，虽然内容较少，但还在持续更新中。总结来说，如果你是战锤粉丝，为了单人战役，直接原价购入都是值得的。如果你是新玩家，建议等特价入手。它是一部爽快的商业大片，绝对的视觉飨宴。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战锤 40K 黑潮。如果提到救赎，这款游戏就是最佳代表。游戏刚发售时状态糟糕，但经过无数次更新，
现在它已经是市面上最好的战锤 40K 第一人称合作射击游戏。不同于星际战士的英雄主义，在黑潮里，你扮演的是一名被审判庭征召的罪犯，在昏暗的草多特提姆托西姆中对抗乱购的瘟疫大军。这款游戏最强大的地方在于它的氛围、音效与战斗深度。它的战斗乍看之下很像2040力，但实际上复杂得多。你有轻重攻击、格挡、推击、闪避。很多新玩家会在这里遭遇挫折，因为他们以为可以像普通射击游戏一样无脑冲，结果被高难度的敌人教做人。这款游戏的学习曲线有点像艾尔登法环，你需要去学习它的机制，但一旦你掌握了那种在大群敌人中起舞、刀刀入肉的快感，是其他战锤游戏无法比拟的。黑桃的游戏循环就是不断挑战更高难度，刷更好的装备，调整你的天赋树。它有4个高度客制化的职业，配合随机的任务词缀与凶残的 AI 导演，让这款游戏的重复游玩性极高。缺点方面，它的叙事方式比较薄弱，它没有传统的电影化战役，故事都藏在任务对话和场景细节里，有点像黑暗灵魂的碎片化叙事，但做得没那么好。此外，它是一款有微交易外观商店的即时服务游戏，虽然更新速度偏慢，这可能会让部分玩家反感。总结来说，$40的定价合理。如果你想找一款可以钻研几百甚至上千小时磨练技术的有难度游戏，黑潮是你的不二之选。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战锤 40K 行商浪人。这是一款 CRPG 电脑角色扮演游戏，这代表它是回合制的，看起来又回到了战略类的老路。但我必须说，这是所有战锤 40K 游戏中剧情最好的一款，没有之一。原影片创作者很大胆地表示，他认为行商浪人的剧本写得比官方的荷鲁斯之刃小说全集还要好。虽然这论点听起来很异端，但他的角色刻画、对话深度以及对世界观的呈现，真的能让你完全沉浸其中。在游戏中，你扮演一位拥有巨大权力的行商浪人，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你的阵营倾向、教条、异端或中立，进而改变你能使用的装备和被动技能。游戏性方面，它讲究队伍构成，你需要坦克、输出、辅助、debuff 手，还要注意掩体和站位。虽然我一开始对回合制不抱期待，但它的角色培育系统深不见底，看自己的队伍从一群杂鱼变成人屠神的强者，非常有成就感。然而，这款游戏最大的门槛在于阅读量，它不是全语音游戏，你需要阅读大量的文本。如果你不喜欢读字或者对回合制战斗过敏，这款游戏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总结来说，这是给剧情党的终极礼物。如果你喜欢博德之门3那样的深度 RPG， 或者你本身就会读战锤小说，请现在立刻去买这款游戏，它能带给你最纯正、最黑暗也最迷人的战锤 40K 体验。总结一下给不同玩家的推荐：想要爽快动作与电影级体验，选星际战士2；想要有难度的第一人称战斗无限刷宝，选黑潮；想要史诗剧情与角色扮演，选行商浪人。至于未来，还没有太多情报和画面的全军破敌，战锤 40K 或许是下一个重磅炸弹。还有不小之战士也让人极度期待。喜欢行商浪人风格的朋友，猫头鹰社也即将推出新作，让你扮演帝国审判官的 Dark Heresy。这是一个身为战锤粉丝可以说是最好的年代。那么，你心目中最好的战锤游戏是哪一款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我有制作更多关于战锤 40K 相关游戏的介绍影片，请直接点击荧幕上的链接前往观看，以免错过更多细节。也别忘了按赞、订阅与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之后将登场的破晓之战士阵营介绍及 CA 的全军破敌 40K 情报。我们下次见。